如果呢你的格局高一点、大一点，你在做生活里面的所有大小事，会比较容易相对精确。那个精确未必帮你赚来很多名利，但是会让你真正得到你的舒适和幸福感，或是自我肯定感或价值感。你在很高度的去看待自己的职业规划，或是你现在要不要转职、要不要学这些技能的同时，不要纠结于这件事情对或错，只看这个单点的小事，反而是放大去看你的人生规划。这3年、这5年，甚至你的人生在最后终点的时候，你想要活成怎么样子的人，你不管想要走哪一条路，你都应该奠定你最后的终点。再回推，你应该每3年、每5年去做哪些事情，设定哪些目标，这样就是以生涯规划去决定你的职涯规划，再用你的职涯规划去设定你现在该准备、该做的职涯技能或职涯改变。爱儿手。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我先说，有格局的人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上、很远大，或是成就很高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身边一定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你感觉跟他们相处起来比较舒适，甚至他们真的大方向感觉是那种比较 chill， 你知道那种比较 chill 的感觉，就是他想事情或做事情都是抓大放小，不会纠结于细微的那种小事，然后跟你讨论的是是非非，或是讨论的任何主题、聊天的主题，不会只是那种八卦啊、小情小爱啊、自己个人的私事，然后一直讲自己，不会。他们会关心你，他们会思考大方向的东西，他们会讨论一些真的比较攸关乎人类生死的一些重要东西。什么叫人类生死？例如说，他至少会跟风，最近有在讲什么能源啊，或是最近有在发生什么战争啊，或什么，他有办法去跟你聊这些事情。这些就是生活里面你可以发现他们格局比较大。那这样跟这些比较高一点格局的人相处呢，其实你慢慢的也会潜移默化变成格局比较高一点点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在生活里面的成长其实会比较快速。我自己个人呢，在身边认识的这些很厉害的神人朋友，他们全部都是至少格局会比我高很多很多倍，反正就是真的很多倍，因为我都不懂他们怎么样可以突然某一天变成这样。直到最近呢，我发现其实高格局是可以养成的哦。但是呢，我们先来简单定位一下你自己的格局。举例，现在是一个10楼的高楼大厦。如果你在生活里面常常挑三拣四，常常抱怨东抱怨西，然后看到自己的脸，就只会看到一大堆瑕疵，因此而一整天不开心。那这样子就代表，其实你是很容易被细微小东西、枝微末节的东西给揪绊住、给羁绊住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比较像是在1层楼、2层楼的人。那比较高一点点格局的人呢，他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哦，大方向上我今天的妆感好像还不错，所以我今天很有自信。你知道，就是不会去揪那个小事情。然后他在看着整个窗外的风景的时候，他也可以看比较远，他不会因为楼下的这些地上的纸屑而觉得哦这个市容就不美了，不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定义了整片风景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呢，会比较在3到5楼的一个格局。那再高一点格局的人呢，他在5到10楼，他看的就不是下面楼下那些脏污啊、纸屑啊，他看的是这个市容是怎么样规划的，这个城市建筑是长得怎么样的方向和文化氛围的。他看的东西是比较大、比较广、比较抽象，但可能也会有一些意涵或是一些比较深度的知识体系容纳在他看的这份观点里面。这个就可以简单看出来一个人的格局高度。所以你可以去想，你自己在生活里面，或是你真的去度假的时候，或在你家里这样子站出去，你看事情的那个洞察方向，到底是偏向比较细微的，还是比较大方向的？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格局。再有另外一个方法哦，其实用价值观也可以大概去定调你这个人的格局。举例来讲呢，我最近真的感受到，人活着真的要正直和善良。那正直和善良这种东西属于一个人的价值观。那怎么用这个价值观去看呢？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坏事，我们在生活里面常会遇到很多纠结的东西嘛。例如说，我经过银行，我每天都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偷1亿，然后偷1亿，我不介意，就是把它撒出去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留一点给自己，然后一半做慈善。我觉得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可是呢，我就不敢。
那我不敢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呢，就是我怕被抓嘛，我怕被罚，我怕被别人发现等等的。这其实就是你遇到一些黑暗面的时候呢，你的价值观就会体现出来，拿来抗衡。这时候也可以拿来去看一个人的格局大概在哪哦。所以你在遇到这些可能有一些坏事，有一些很大的利益给你的时候，你可能又不知道能不能去做，不敢做嘛。那你这个不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你是真的只是害怕被发现、怕被罚、怕被抓，这样子的人呢，他的价值观比较是 OK， 他可能也愿意做，他只是因为恐惧，他只是因为可能投机里面怕那个几率被抓的几率比较高而不敢去做。那这样子的人格局可能相对于就低一点点，相对高一点点格局的人呢，他可能看远一点点哦。我也不是只是怕被抓啦，我怕的是呢，人家知道我被抓了以后，或是人家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虽然我没被抓，但他可能会因此而感受到我不是一个太好的人、太善良的人，或是我的名声就臭掉了。所以他其实是在看待自己的这个面向上，不只是以这个单一事件，他的视角拉高一点点是，我这个人的一些抽象的、隐形的名片的名声要保护好。所以呢，我不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再是恐惧了，他是看长远一点点，因为自己的名声，那名声可能有自己的其他价值啊，或者换来其他的资源或钱财，所以他看远一点点，这样子看远一点点，其实就是格局往上跳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更高，或是比较上层一点的人，他们思考呢，就不一定是会不会被发现啊，或是别人怎么看他，或是捍卫名誉而已。他在意的事情是，他这个人对不对得起他自己，或是他是想要活成怎么样的人？他想要活成一个善良正直，不管是在台面上、台面下都是言行合一的人。他就是为了自己而这样子活成的，所以他才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他的格局更高，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整个人生，甚至整个人类里面定义好或坏、善或恶的一个角度视角，去回来看自己做这件事情对或不对、该或不该，这样的人格局就是会非常高。所以有没有感受到，我从刚刚简单的举例1到10哦，跟现在的单一事件，你都可以大概套用进去，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格局的？当然，每一个人的格局都不是天生就是一生下来就是很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或是自己的黑暗面，所以我们都是学着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里面去建构属于你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才把自己慢慢的拉高格局。那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呢你的格局高一点、大一点，你在做生活里面的所有大小事，会比较容易相对精确。那个精确未必帮你赚来很多名利，但是会让你真正得到你的舒适和幸福感，或是自我肯定感或价值感。所以我觉得你在实践运用这个格局高的做法呢，可以用在几个面向啦。第一个面向呢，我们就可以用在你在自己人生规划里面。所以我之前其实有在一些影片里面大量的讲到，你在很高度的去看待自己的职涯规划，或是你现在要不要转职，要不要学这些技能的同时，不要纠结于这件事情对或错，只看这个单点的小事，反而是放大去看你的人生规划。这3年、这5年，甚至你的人生在最后终点的时候，你想要活成怎么样子的人，再回来去切。因为我想要活成这样子的人，例如说，做慈善很有影响力的人，或是在一个商业企业里面做的很高位置，然后帮公司赚很多钱，或是帮家里还完很多负债的人，就是这都有不同的好，但是就是看你喜欢走哪一条路。你不管想要走哪一条路，你都应该奠定你最后的终点，再回推，这样子前面的5年、前面的10年，推到现在，你应该每3年、每5年去做哪些事情，设定哪些目标，这样就是以生涯规划去决定你的职涯规划，再用你的职涯规划去设定你现在该准备、该做的职涯技能或职涯改变。这样就是用一个高格局去做选择的人，他思考事情会非常非常通透。第二个呢，你可以用在生活里面的小投资。举例来讲呢，你平常做的各种花费，只是一个出门要坐 Uber 还是搭公车，跟你今天出国要去住5星级的，还是一个1星级的一个小民宿，你到底要选哪一个？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选择？到底怎么套用高格局去做这种生活里面的小选择呢？就去看一个长远度还有价值性。如
如果呢，你今天去做这些消费，然后这个消费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一时的欲望和冲动，然后让你可以一时的炫耀，但它不能让你维持很长时间的高价值感，那其实你根本就不应该去花这个消费。如果你看得懂这件事情，就代表你是一个以自己的整体价值、整体的资源分配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消费，那你就是一个比较高格局的体现，去成全你在生活里面最正确的选择。再来呢，还有一个小举例，是我最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会开始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去找自己的旅伴。为什么？因为你在旅游的时候最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思考事情的逻辑一不一样，就是那个高度一不一样。举例来讲，有一些人他出国就是想要一直大玩特玩，玩到很辛苦都没关系，反正他就想要每一秒都玩回本。可是玩回本跟你当时想要出国出去玩的那种度假放松感，基本上是违背的。那你就因为这样子一到当地，你又想要把它回本，其实你就是玩到其实更累、更不舒服、更不愉快，然后大家互相家人朋友都在吵架，其实这样反而就有失这个你旅游这件事情的本意。所以如果你再拉高去看，其实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或是你这3年去做旅游的规划，都是让你探索，都是让你放松，让你维持能量的话，那你就会回来去想，你做这些行程规划应该要怎么做，应该不要怎么做，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未来在做抉择的时候，比较倾向有价值性，甚至对你来讲是很正确的决定。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讲到，就是你在生活里面，尤其是我们成年人会遇到很多黑暗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妥协，怎么抉择，其实这都是有决于你这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你的道德性。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些抉择，到底要做相对善良或正确或正直的选择，还是有一点点害到别人，但是反正别人不知道无所谓，或是踩着别人往上爬，反正你就说哦，你爬上去，你也会做善事啊，你也会帮助别人啊，你就给自己一大堆有的没的理由，可你已经先踩着别人了。这些事情到底要做吗？其实就取决于你再拉回来这更高格局的重新思考，你真的想要成为这样踩着别人往上爬到顶的人，还是一个一直永远善良，然后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不用踩着别人，可是可能辛苦一点，可能绕路一点，但是也让你完整、漂亮、持续善良和正直的爬到最顶。那样的你，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精彩的你，甚至你更喜欢的自己。那其实他搞不好才是你更该做的选择。所以以终为始回来去看你现在做的这些抉择到底对或错，让道德的两难到底该怎么抉择，其实都会是更好的方法，就是从更高的地方去看自己，从更远的地方去看。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时空上呢，就是时间拉长，你的人生就是不要以现在这1小时、这3天、这1份工作去看，是以你这一生去回顾。好，这是时间。那如果空间的部分呢，你就想象，真的是有一点就是那种想象那个情境，是你现在抽离你自己，以更高的自己的姿态，更高格局的人回来去看小小的你是一个小小的人类，做这件事情到底有必要、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事情它过了就是一个尘土、一个小沙。我之前讲的一粒沙理论，就真的最后它就会过了。所以你真的要为了这个东西牺牲自己更重要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真善美吗？这件事情就可以好好思考了。所以我觉得啦，成为一个有格局的人没有那么难。我们在生活里面各个大小事，其实都是考验你是不是有格局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呢，你可能跟人家相处起来更轻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做掌握自己的主人，甚至能持续让你自己掌舵，不要走歪路，然后让你自己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好啦，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成为有格局的人。艾尔莎本身的格局非常的高，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能继续的引导大家。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不管做很多生活里面的选择，都会遇到很多的欲望、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利益，会让你很纠结。但是你持续选择做你想要做的人，他终究都会让你自己有一个明光在那边，甚至你自己就可以是一个明光照亮大家。好啦，大家记得要继续订阅艾尔莎，啾啾。